大家好，现在我在碧节金沙的大山里，看到我手指的方向没有？那个地方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山梁上，我们今天准备去探访一下啊。我们从这里看去呢比较近啊，直线距离可能就是800米左右，但实际上呢，我们要从这里走过去，从这个山坳这些地方弯来弯去的呢，才能弯得过去啊。今天这个没有穿长裤子啊。还好它这个路道呢比较宽，不然的话我还不太敢进来。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块土里面这些草呢，实际上都是中药。这个大家知道是啥吧？这个叫小飞蓬啊，整片土地里面全部长满了这个小飞蓬草。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啊，把它砍回家去，切成一小节的，然后晒干呢，就是可以卖钱的。哇，走过来，这里好大的一片土地啊！这个地里边种有茶叶，还有李子。这个李子树是那种红李子，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上面还能稀稀疏疏看到几颗。我们从那边过来，这里绕了这么一大圈，然后呢，到这里来。你说直线距离吧，也就真的就700-800米，但实际上这个走路得走半个小时多哈。这里也是杂草丛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片草也特别的好，但是这些也是土地荒废的啊。如果不是以前的土地荒废的话，现在老早就就长出了树木。诶，看到没有？走到这里豁然开朗。然后那儿，我们说的就是这里有一家人。这地方就是一个大平台，你们看看怎么样？它属于是一个偏山顶的位置啊。然后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后边有几个小山堡。所以这里真的是舒服哦，这么平坦。这里这一片地方呢，估计也是有个40-50亩地的这么一个面积啊，真的很大啊。从山脚下过来，然后这里一整片都是平的。那么下边呢，就是一个深沟，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位置也相当不错。就这一家人住在这里，而且我们远处看的话，他们的那个房屋好像还是用砖做的，还做的是2层。我估计这家人也有养殖啊，这个路上有很多的这个羊粪，还有牛的这个足迹。那这里还是用这个水泥砖做的这个房屋，这好像是，难道做了一个养殖场吗？看到没有，这个土墙房是 N 多年以前的了。这个土墙房呢，就是最原始的这个房屋了。有人在家没有？哎，你还没起床啊？哦，等你起床。这个土墙房大家看搞的是2层，这工艺还不错啊。看这个土墙上裂了这么多的条口，但是它的这个垂直度啊依然保持得很好。大哥贵姓喽？姓周啊。我也姓周。你姓周，我就是我们是家人。你家人在这住哈？哎，这个就是我家人认识。你一个老多啊？啊。小的啊？小的在金沙。那个我看自己路都以为去挖过的了吧你？弄整在挖湾头了。弄挖湾头的，是你挖的吗？人家挖的。他们挖来搞产业的是吧？哎，做庄稼。哦，就是那边那一片庄稼就是他们挖来做的。你们家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哟？
那你们来的时候住的哪个房子啊？因为你说的这个都是你干的哇，这个土墙噻。哦，还有老些都大的修掉8、9岁。啊，这里有个土墙。哎呀，这修。哦，来的时候才修的，为了是这土地分到这儿才修在这儿的是吧？哦。那还是集体了嘛？那儿呢？那还是集体。这东西啥？不整，我撤了的，我撤了就来，不用整，我撤了就来。煮点面茶。不，我说我撤了的。你撤了就行了，我撤了再来的。你家老婆还是去带孙子去了？带孙子去。在金沙。啊。这个土墙房子住起夏天是不是要2块点？是2块点我都。还是2块点啊？你干得厚啊！你这个都干得有好多啊？是多厚？你这个土墙跟啷个干回来干的事儿？墙板架就出的了。弄个高除一下呀？中高了一运只有尺多高嘛？一运除一尺多高？除好了然后继续往上加板板。哎，对头。在这边转了一小会儿，咱现在往回走了。然后那边呢，就那个周大哥他一家人4个小孩子呢都在外面，其实现在就他一个人在这里，种了有10来亩的地。他说呀，有人想这个搞养殖的话，可以到他这里来搞。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机耕道啊，是那个3轮车可以开过来的，是那边那户人家为了种这里的这一片地，然后把这个道挖过来的。整个这个道呢，从这个土地弯过去，弯到那个位置，然后到他们家呢，大概只有200米的距离啊。那路稍微的弄一下呢，这个3轮车、农用车呢就可以开过去，所以养牛是可以的。整个他住房的周围呢，大概有60来亩的这个土地，加上山林呢不少哈。而且这个土地上大家看一下，特别喜欢长这种牛爱吃的这个草。所以说呢，也可以种一点，也可以将就自然的一些草料。那么在那儿养牛呢，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养羊呢就不太适合，养牛是非常可以的。他们家其实搬到那儿住呢也不久啊，是这个周大哥3岁的时候搬过去的，他现在是59岁，相当于也才50多年吧。然后那个土墙房呢，都是他成年以后住的那个土墙房。当时为什么搬到这里来呢？是因为这个土地下分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呢分到那边，所以说就搬到那儿去住了，为了方便做土地啊。其实很多住在大山里的人呢，都是为了方便住土地呢，才把房屋迁到那个地方的。你比如说周大哥他们家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那个地方土地山林加起来差不多有70、80亩，你想想，如果说做成粮食的话，你要背的话，你不知道要背多久，对吧？所以把房子迁到那个地方居住呢，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他跟我讲啊，如果说有人想养殖的话，可以到他这里来养殖啊。他那个地方比较平，种草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然后他那儿的水源的话，房屋的右侧有水源，左侧过去往山里走的话，也有一股水源，所以水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土地比较平嘛，就在那儿种草就可以。但是放养的话就不太适合。过去的话都是大森林，森林里面也没有啥草，对吧？它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的不错啊，又凉快。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1100多。如果说有朋友想养牛的呢，也可以到他这里来看一下。养多了是不行啊，养个70、80头、100头是没问题的。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看到我身后这一片弧形的崖壁没有？我要说这一片崖壁下竟然住着一个隐蔽的村庄，你们相信吗？这个村庄3面崖壁，一面江水隔断，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啊！你要不用无人机飞过去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村庄。这个村寨前方的崖壁比它后方的崖壁还要高，所以住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啊！你从后山来，你发现不了这个村庄；你从前边，你要到崖顶才能看到这个村庄。那么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我都找不到下这个村庄的路，因为整个四周全部是悬崖绝壁。我估计啊，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人要出行的话，都是在江上坐船。这里整个地方啊，就像一个月亮的形状，非常的漂亮。哇，真的是佩服他们的祖先，怎么会找到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安家乐业呀？而且你看，
正好这个地方呢有一大片的这个土地可以供他们种植，可以供他们生活。哎，你们说有时候是不是人与大自然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呈现？就像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在这里居住，这个地方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正好有这么10来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就让这里变得生机勃勃，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镜头拉近了看哈，这里住着还不少人，还有几个小孩在这个院坝打打闹闹的。我都是从这个村庄对面的崖壁走到边上来，才看到那个弧形的崖壁，还看不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你们说这个地方得有多隐蔽啊？虽然说他们这里车路不通啊，但是水路是通的，经常呢都有船跑，所以说坐船出门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假如说呀，给你们这么一片秘境之地，让你们在这儿长期居住，你们愿不愿意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现在要爬山回去了，拜拜。大山里的天气真是扯淡哦，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现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哎呦！我从上边呢已经把车开到这个谷底来了，大家看看啊，这里呢就是洞口，洞里面呢有一个房子在里边啊，然后这个悬崖顶部呢还有一个穿洞。我管它叫天眼哈，这个地方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地质奇观哈，大家跟随我一起过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整个周围呢是一圈山啊，都是包裹过来的，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谷底啊，非常的震撼的一个地质奇观。那么它这个公路呢是从这个位置呢直接可以通到它的洞口那个房子的位置啊，所以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啊。我们现在呢走过去看一下。哇，大家看看，走到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这下边还有一些水田，这个位置呢，它好像是养鱼的这个水塘啊做的。这个上边应该是还有一个山洞的一个洞口啊。大家看看，这块正好在这个崖壁底的洞口，这个房子是还是砖结构的，上边还是那样的青瓦。那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是没有住人的一个状况啊。我们进来看一下，没有住人的这个房子是。可能是已经搬迁了吧，这个房顶上的这些瓦呢都是有破洞了，但是这个地方有瓦没瓦也没关系啊，也淋不到雨的。我们走这里面进来看一下，这里面肯定是之前一直是住人的哈，看看后面还有土墙。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这一户人家呢，虽然说现在已经搬迁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地方最少是超过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首先他第一代的房子呢，就是用的这个泥巴来筑的这个土墙，大家看到没有？然后这边外边这个砖房呢，实际上是第2代的造的房子了，也就是说他最少他们这一家人在这个地方居住是超过100年以上的啊。
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崖壁这个侧面，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哇，这上面应该是一个山洞吧？哇！哇！这上面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山洞。刚刚我还跟大家说，就是外面的这个水啊，不知道从哪里流下去，我就猜测这里肯定有一个洞的啊。它这个水呢，就从这个底部啊，从这个底部过来的。然后呢，那个地方出水了，大家有没有听到声音？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洞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水洞。上面整个山上面流下来的水呢，就是从这里流下去的啊。这个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它进水洞的话里面比较复杂，也不敢进去。我告诉大家，这个崖壁底这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真的是特别好，它比住在那些洞口要好得多啊。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啊，这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差不多200年啊。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地质奇观，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一户人家应该一直居住在里面更好，不应该搬迁出去啊，那儿住着太爽了。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看两边的山这样围过来，这里呈现一个椭圆的一个状况，然后正好呢，这里有一个崖壁呢，把这个地方给水给堵住。这儿呢，峡谷的这个崖壁的底部这儿呢，正好有一个房子在这里。然后这个水呢，刚才我就讲了，这个水不好消，但是这个侧面呢，正好又有一个山洞，这个水可以从这里流下去。所以朋友们，大自然真的是神奇啊！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峡谷深处的风景是非常漂亮啊。这个沟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溪流。那么整个峡谷呢它是不通路的，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峡谷尽头。这几户人家呢，好像大概应该在这个什么位置吧。沟里还有这么大的一棵树，可惜哦，这么大的一棵树不要了。他们这边的人说话我都听不懂。我现在在的位置是铜仁的松桃县深山里。哎呀，应该是快要到了。哎呦，这种地方才是原始啊！你看这个古树盘根错节，就正好坐在这一墩风化石上。大家看这里啊，像不像之前放的一个蛋？但是这个蛋被取走了，对吧？我真的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化石哦，他们修路的时候把这个圆的东西搞坏掉了，你们说是不是啊？住是肯定有人住的哦，这下边还种有一些农作物，因为我们刚刚放无人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个房顶上是有人在上边捡这个瓦片的。你们吃饭了没有啊？来摄影啊，玩啊！好啊！你们这里是有几家人啊？啊？现在没有在这里做了。现在没有在这里做了？没有人在这里做了。一下要回来弄一下。哦，瓦坏了回来弄一下。嗯。我以为还有人做呢。没有人在这里做，有人。有的。有一个大哥还在这里做。啊，他在这里做。这里好啊。这里可以啊。啊，这里环境好啊，又隐蔽。人家那些隐居的就喜欢这种啊。哦，正好你们也是今天才回来。昨天回来。嗯。就住这里吗？嗯。还可以住哈。可以住，什么东西还在这里。这边住的几户人家呀？
什么车车什么车？猜了哈。啊，这里姓什么？姓石。石。嗯。石头的那个石是吧？嗯。你人还挺多的。人啊？是不是都那边的来帮忙的？没有，谁都是全都是在这里来弄房子的。哦。有些在这里来玩。就是每家都要弄一下的吗？弄一下。好让它保存时间长一点是吧？就是每弄的都坏掉了。哦。你这人那都不像开。你看你们一讲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说我们本地话你肯定听不懂。不是本地的。我不是本地的，遵义的。那底下那棵树是什么树？啊？底下那个沟里面那棵大的。小棉树。哦，小棉袄。啊。这好几之前嘛。那棵是金丝楠木吗？真的假的？就是倒在那个沟里那棵。木头在。那是白兰毛。那可以卖吗？卖人家的没通马路的。你用一个那个可以卖多少钱？那个不是金丝楠木，是金丝楠木。就是普通楠木是吧？普通楠木，你要你可以跟你啊。咦，那个树我估计要很多人才搞得动啊。很多人，你看不用大啊。对。太大了。这一挑也不轻。有百把斤，慢一点哦。我也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我感觉他这个还要剪好久。今天剪不完。今天都剪不完哈。现在差不多了。对，那走了，拜拜。去研究一下你那棵楠木树。哎，现在回去了，朋友们，到上面这几户人家去转了一下，他们每家都有人回来啊，把那个上边的瓦片整理一下，让这个房子呢保留下来。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搬迁到县城或者说镇上去了，是整体搬迁的。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啊，还有几棵金丝楠木，而且还都比较大的那种。整个这个山形啊，咱们看去就有点那种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啊，很漂亮。那个刚刚上面有个兄弟说，这个沟里的这棵楠木树是他家的，你们有没有人要的可以来搞？是普通的楠木啊，不是金丝楠木，但是普通的楠木好像也值钱的吧，对吧？看这棵就是楠木树，真的是非常大啊，有1米多的直径啊，这个长度的话有好几十米，而且这个腰条也比较好。兄弟们，我站在这个楠木树上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非常大，长也非常长。这棵楠木树真的不要钱啊，主人家说的，但是想什么办法可以弄走呢？你们出个点子啊，我来把它弄走算了。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赶紧给我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棵楠木树弄出去。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桐梓县官昌镇的桃坝村后山的一个山上。那么大家看到后面有2个石人啊，他们当地人呢称他为夫妻石人。这个山上面呢是有一个停车场的，然后呢这个石人呢就在这个位置啊。这边好像有一条小道上去啊，我打算从这个小道看有没有路直接走到那个石人的位置啊。我感觉这条小道从这个林子里边穿过去，是不是可以走到石人的位置啊？怎么黑黢黢的？千万不要有野兽啊！挺险峻的哈，朋友们。大家看，这个是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的，所以在这个
上面来行走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看看这个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是吧？然后这个边上就是这个小道，非常的险峻啊。所以看这个模样的话，是上来的人都会走这里走过来，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哇，竟然这里意外发现这么多的地骨牛，这个悬崖峭壁上，看到没有？这些窝里面全是地骨牛。看看这个上沿的这些石头，是不是感觉看着都是松松垮垮的？喏，这里就是石人了。还有这棵松树就是正宗的迎客松嘛，这里还有2棵迎客松，看看，下边1棵，上边1棵。哎，你们看看这个像不像迎客松？我就把它叫做夫妻迎客松吧。然后这个上边呢，就是夫妻石头人，是吧？特别形象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在这个地方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更加神奇的是，这个天坑底部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里面是不通公路的，公路只能通到天坑口，要下去呢需要步行。这里边几户人家呢，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哈，仿佛就像世外桃源一般。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公路呢是通到天坑口，那么我们要下天坑呢，是从这里有一个步行小道走下去啊。进入天坑的这个小道呢是有水泥硬化过的。这个天坑啊，我觉得可能比这个云南武德的那个天坑呢更加的宜居一点，因为这个天坑它是处于这个山上的位置。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坑呢，可能环境啊和这个宜居的程度会更好一些。我们来到这个天坑的半腰了，就可以看到这下边几户人家，看到没有？那个地方有几栋的房子，而且天坑底部那儿呢还有一个洞穴，还有我们看看他们的那个土地。哇，全部是一条条的这个石坎给它垒好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规整啊。
可以看得出来，这几户人家呢，特别注重这个土地的维护啊。你看，这个天坑呢，其实也不小，看这么多的土地，我目测应该有100多亩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天坑内部有100多亩的面积。这个地方住有2户人家，这个地方应该是2户，或者说甚至3户。水源也非常的充分啊，这地方还种了很多的这个大葱，特别是这一片土地，我看着特别喜欢啊。也有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土地规整的比较好的缘故，是吧？看起来就像这种梯田一样的土地，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跟你们说啊，住在这个天坑底啊，很少与外界的人有纠纷。为啥呀？它这个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啊。天坑底就是这几户人家的。我们从那个口子下来，这儿比较容易走，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下来啊。所以来这儿还挺轻松的。这白菜的边叶上都看到好多的这个虫孔，不打任何的农药。住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吃着原生态的这个菜，对吧？耶，大哥，啊？在外面来的，吃饭没到？哦，谢。在煮炒哈。哦。你们这儿住的有几家人啊？我们3家，那边有2家，5家人。这个里面住5家人。哦。搬到了上去，有10几家人。原来这里面有10几家人。原来10几家人。那个山洞是通的吗？它不通，都是一个娃，就是一个坑哈。都是一个坑。水啊，它不消下去啊？那没得水的。这里面没得水呀？这没得水了，干了的。万一长洪水啊，这里面遭挨到。都没得好大水。没得好大水的。没得好大水。你们在这里面住了好多年呢？那个中间我是住好多年，我们家爷爷都是93岁才死，好多说的从他晓得以来，都从他晓得哈，他背了就是以前从独门那些的哈，我们都不晓得吧？他背了他们父亲啊和独门那些都得了王东山的，可能几百年了。都是对头几百年的，那都是不晓得哪辈人在那住，都不晓得哪辈人在这住。对，那都是不晓得。他是哪个原因在这里来住的？不晓得。他不是没谈，还不是不晓得。还是他说的是从以前哈。从过去来讲，他们说的就是说的像江西奇迹哇，那个搬到那边来的。江西奇迹就到这儿来的。都在那边来的。哦，你们这里面贵姓啊？我们那是姓张。姓张，都是姓张嘛？都是姓张。那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嘛？有那种人他是属于搞护法那种过来，那都是那种姓李，也是姓张。哦。是那个人。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用水泥来搞的啊，都是从上面北极下来搞的啊。都是拆那个坝把那个背下来。咦，修个房子都不容易哈。这不容易啊，把我2个都是住在这地方哈，都修那个这样的哦。都搞1年当员工。都搞1年。搞1年哈。但你一天7份假是背沙呀，和背那些砖壳壳呀，背接下来，沙和石头背下来的，整住1年，干我2个都不搞了。就搞这2间房子住1年。就跟那2间搞1年工作。你都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是吧？他有时间了就出去干，搞几天。到白马镇去干。那个到处跳过，哪还没有去住几天，哪不还没有得远去住屋头。白马镇干活儿花钱天啊？白马那些像你就住电梯来那些票都可以天啊，100多块钱天啊。这几户人家呢，在这里面居住其实已经超过200年了。因为刚刚那个张大哥说了，他爷爷93岁才过世，然后他爷爷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天坑里面来的。我估计他们天坑里面这几户人家呢，是整个这一片区域最早的人家了。大家知道啊，几百年前呢，这个兵荒马乱的，可能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天坑呢，作为一个庇护所。可能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啊，在这个地方一居住就是几百年。
在遵义绥阳县望草镇的大山上啊，我们发现了一片特别奇特的木房建筑。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荒废的村庄啊，但是它的建筑造型呢，却是别具一格。到底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人居住啊？那咱们今天呢，就想去一探究竟。想来到这里呢，非常的不方便，因为它这个地方不通公路啊，从四面八方哪个位置来呢，都要走1个多小时。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选择导航到温泉镇双河村陶教主的这个水云谷农场，也就是李兄弟他们家这里啊。那么李兄弟他们2夫妻呢，也是跟我一块儿到这儿来，因为这边呢是他们祖辈的一个老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要从李兄弟家走到这一片房子的一个行进路线。从他们家这里呢，基本上要翻山越岭啊，翻过这些山脉，慢慢的到达这个山峰上啊，在这个山梁上呢歇一歇，继续往前走，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整个路程呢，相当于要1个半多小时吧。在这个森林里面呢，也是非常的舒服啊，挺凉快的。主要是还有很多的山货可以吃，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八月瓜，还有野生猕猴桃，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吃的，比如说山核桃也是非常的多。我跟你们说啊，这2天在这一片森林里面呢，简直有非常多的山珍美味啊，根本就饿不着肚子啊。这地方感觉以前像住人的那个哟。那里讲人嘛，那有在视频了嘛。哦。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山垭口来了。从李兄弟那边的房子走过来，翻山越岭到达这个垭口，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然后再从这里斜过去，可能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我们想要去看的那些房子的地方了哈。走，咱们从那边一路过来呀，翻山越岭走了好几个坡，好几个弯。哎呀，还好是几个人一起嘛。走的比较慢啊，就不显得那么累。你要是平时走那么远的话，还挺累的啊。这些小道啊，都是以前的这个古沿道。你看哦，时过境迁了，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啥人走了。他们这边呢，也是好像只有一家人留在这个山上养羊，其他的所有人呢，全部都搬下山了，都没有在这个山上住了。这下边咱们也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看到没有？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你看那个电线都拉到这里的，而且那个电线还拉的比较好啊，2个双电杆的。哎呀，这些土地下边这些所有的这些土地全部都荒芜了。这一座山上呢，我们通过无人机视角来看呢，东一家西一户的还有不少的房子啊。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一片呢，它的房屋比较集中啊。就走那儿去看一下。咱们现在已经看到那个房子了，已经看到那一片房子了，但是这个真的是山里望山跑石马，还早得很，还得走一会儿。走了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终于是走到这里了。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地形啊。豁然开朗。哦呦，这里有条蛇，有条蛇要好大哟，5少岁，所以上个楼。哦呦，好大一条哦，好大一条哦，我的天呐，我看它往哪跑啊？跑过去了。哦呦，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比较大嘞。这边以前是这个粪坑，那房子拆掉了。看看，咱们是从那个垭口走过来，然后走到这儿房子这里。他们这个房子建的地方呢，视野非常的开阔，好像是建在一个山梁上的，对吧？然后这个房子也比较大啊，它是横着建、竖着建、斜着建。这房子是建的，主要有一些造型。一个大家族啊，以前是。走这个小道过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不是最老的房子？最老的。它这个房子建的正好压在这个山梁上的，你看到没有？建的很正的，就从这里建的很正的。龙脉看到？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还有门牌号。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是绥阳县望草镇的下市村田湾组。这地方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看我站在这个正大门的这个位置，望向前方，我的天哪，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来到这里呢，非常的不方便，走路随便走哪边呢，都要走超过1个小时。不管你是走这边的村庄还是另外一边的村庄，都要超过1个小时才能走到这里。你们看哦，这个房子着火过，被烧过，上面都烧掉了，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烧的，这都烧成木炭了。以前应该被烧过哈。这我出来了。它在烧没有烧成什么样子，就书好像是武大出来的吧？武汉大学。就中间这一家。就中间这一家吗？就中间这个是他家的。它地形那么好，怪不得出个武大的。对，你的姨们是哪兄弟？我爷他老头儿。猪猪了嘛？我们猪这边讲的猪猪。我们猪猪是老三猪猪搬过去的。哦，这地方以前真的是人挺多的。这个李兄弟也讲，他们祖是6兄弟，那么都是住在这里，包括6兄弟的上边呢也是几兄弟。所以说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是100-200年了。像这个房子呢，就是最老的房子，已经100-200年了，真的是时过境迁，是吧？这么好的房子在山里，现在没人住了，只有1个还是2个老人，有在这里住着养羊，养一些蜜蜂之类的。然后其他的房子呢，全部都是荒废在这里的，包括上面的瓦呢，现在也没有管。我们看它这个地形啊，确实是不简单啊，中间一条脉下来，然后后面呢是一连串的山，然后前方呢又是一个平台。这个房子呢，它正好是建在了这个龙脉上。真的，以前的老祖先建房子它都有讲究。这个房屋整个的一个构造呢，它是一个3合头的房屋。那么前方就是正中间呢，它建了一个正房子3间，两边呢它也是建的正3间的房子。它不像我们传统的一些3合头的房屋，它两边呢是1边2间，这个不是，这个两边呢都是正3间的房屋，中间是堂屋，有大门，大家看到吗？两边都有。所以它这个位置啊，当初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些考究。而且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姓人家，就是几兄弟，所以说呢，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分好啊，可能是后来是老大住中间，比如说老2、老3住两边，老4、老5住两边，对吧？正3合头的房屋是放在正中间，那么两边呢是斜着建有2间房子，有没有感觉一个飞龙下山的感觉？包括它这个正前方呢，正3合头的正前方的这个房子呢，它又是内切的。知道吗？两边的房屋都是内切的，它相当于一个矛头指向前方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建这个房子的时候都有讲究。那么我们刚来的时候一看到这里的房子呢，就感觉不太一样，对吧？它房子有正的，有顺的，有斜的，对不对？它是有讲究的。可能在古代啊，也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或者说从我们风水学的角度来讲，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它这样建呢有它的一个考究。这么牛掰的建筑啊，我站在这儿呢一定要合个影。你们看，这样看去是不是非常的帅气？整个房屋看起来就像一个怀抱式的感觉，又像一个飞龙下山的感觉。山上呢，它也不是那种恶山，而是延绵的这种山，包括是一整串山。它这里虽然是一个支脉啊，但是这个地形呢也是相当的不错。从这个地形出去的人呢，这个人丁都是非常兴旺啊。从当初这里的几家人发展到现在，可能有70、80家，上百家。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你少干点，你干弄个干那个喽，又不是没得钱花。我到过这个有。是啊。到过。饿饭了，一个人没有饿饭的。我在我那2年那里只能，去年我今年就是饿饭年的。因为这样我晓得我。一轮价值60年哈，正好。满错了噻，58年、59年，这年子选制就是2年19年，这年子政治还是最早今年的。而且我饿饭的手和脚，走路走不起，栏杆吹走不得，空手走不得。哎，我的那没丢，高级不就供应1台2米，你这爸妈就饿饭，你的没饿。爸爸没饿的，妹儿没饿。不有饿啊，他们那56呀，我别的15的，他们那56呀，他们没饿啊，他们这2次就是我宣言造的时候就是刚吃到大地，查房子来烧，或者查炉子，这个第一回。58年和59年最恼火。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平镇这边的重庆村。我记得夏天的时候跟大家拍摄过重庆村的景象哈，非常多的人是吧？这些路上全部都是停满了车。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秋冬季了。那么在这里避暑的所有的重庆人呢，都已经回到重庆去了。那么这里呢，就是空无一人。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然后跟夏天那种繁华的景象对比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呢，只是有一些车跑，可能都是当地的车吧，比较方便。那么我记得我们夏天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坐满了人是吧？到处都是打牌的、聊天的。当然现在呢，人都全部走光了。看一看，啊，这个地上的这个叶子都积了这么多了。那看这个路面都是好久没有走过人了，那么大概他们已经离开呢，总的应该是差不多有1个月多的时间了吧。我们可以看看啊，现在确实都是一个空无一人的状态，是吧？但是夏天呢，这个地方又热闹起来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房间里全部住满了人，那么全部都是重庆上来的啊，基本上都是住满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路边全部都是停的车，再看一下车牌，你们详细的看一下车牌啊，都是重庆的车牌，看到没有？这些车牌全是重庆的，看到没有？我跟朋友们讲，这全是打麻将的。走这个路边过啊，只听到这个楼上的这个麻将声。重庆啊、贵州啊、四川的人都特别喜欢打麻将啊，非常的热闹。这里现在。这个房子也特别的漂亮。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哈，夏天的时候车多人多，那现在是车也看不到，人也看不到哈，人基本上都回重庆了。那么这里呢，又是一个非常寂静的一个状态啊。很多朋友说住在农村赚不到钱，今天我们将用这一期视频啊，颠覆大家的认知，看一下我们农村是如何靠山吃山的。话不多说，开干！今天我们先去干嘛呀？干蜂窝。捅马蜂窝哈，捅马蜂窝。第一步先去捅马蜂窝，走。你们可能不知道吧？现在我们已经爬了1个小时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山上的啊。相信看了我们这一期视频呢，会对很多住在农村的朋友有启发。哦，滑了！3个大风包，哎呀，这一个，这一个，这个摔坏了。不过这里面的虫挺好的。今天一上午的收获，哈哈哈哈！骑这个疯子一路在飞。你要给哈？你要给一头疯子全部都在里面？全部在里面。咱们这个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必须要专业才行，还得爬坡，还得下坡，还得过3、5个弯才能到家。
你们说啊，捅马蜂窝也不容易啊，跑这么远来捅马蜂窝。看一下吧，这一颗野生猕猴桃，好的不得了，我去！背篓，你看这，半背篓，一哈哈的时间，真的半背篓，10多分钟的时间干半背篓哈。他们全部堆出来的嘎。这路也不求好走，折腾了差不多大半天哦，我们的蜂包还有猕猴桃都已经背回来了。那么我们明天呢，一大早就准备到集市去卖东西啊，卖我们今天搞出来的这些山货。来，喝。来，老板娘辛苦了。这么一桌子，韩国老师。来，欢迎来，欢迎远道而来的罗汉国老师。谢谢压苦夫人。现在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咱们已经来到山里，马上去采八月瓜，还有猕猴桃。采完咱们就下山去卖了。满点。哦哟，老厚了，上面的这个猕猴桃。这个野生的桃子怎么结这么厚啊？感觉比人家种的还结的好呢。您看，一绺一绺的。搞半背篓差不多了，昨天有半背篓嘛，然后差不多就一整背篓，5、60斤，5、60斤5块钱一斤也可以搞300块钱了，是吧？哎呦，哎。走。现在咱们在这个双河洞的景区，这里是地下裂缝，摊位已经摆出来了啊。熟的这是。哪个是熟的？你那个是炒好的是吧？其实猕猴桃你们可以买一点回去，这个很好的，而且便宜，6块钱一斤是吧？6块钱一斤，而且全野生的。我们今天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你这个拿回去的话，你可以放着。你如果想快速吃的话，你就买2个苹果或者梨，跟它搞一块就行。那你尝，没事，尝就是了，没事。八月瓜8块钱一斤，随便挑，大小的都有。对，随便挑，你要哪种都行。哎，你要蒸一个。我没吃过。你选一个嘛，你选一个直接6块钱就行了。哪种便宜的？我给你找哈。你现在马上要？我买一根6块钱。你马上要吃吗？啊，我没吃过。你们要是不会搞的话，就直接买这个吃也行。你要不要帮我送你一个？那带点猕猴桃嘛，猕猴桃拿回去放几天就很好吃了，野生的。哎，我的，我看你很好说呀，你像阿泰哟。我就是阿泰噻。讲话呀，你像了这。哎呀，新闻看到都有。你说猕猴桃是多少钱？多钱？多少钱嘛？跟他讲的。一路上来。算了，那得看回去了。算了。这一会儿咱们卖了多少钱了？你打回去。看一眼卖了多少钱了？5块一斤。5块一斤啊！猕猴桃野生的。甜不甜？哪里啊？
哦，471。是吧？哎，可以。这里面有个400多嗯。哦，不好意思。没事。你别把我拉跑了。今天咱们这个应该是卖了600块钱左右啊，风包1000多。等一下看看我们今天的总的收获是多少啊？从我家订的。这个摆摊的场地清理一下，咱们马上就走了。大家好，现在我们已经收摊回来了哈。今天晚上呢，还是住在他这里。我们总共卖了多少钱呢？8月瓜加上猕猴桃，还有在那里卖了150块钱的蜂蛹，总共加起来呢是卖了600块钱。剩下的封包呢是正好有人到这边来收封包，那我们把那几个封包呢就直接给他们了。20斤封包800块钱，那也就是今天的整个的收入呢是800加600，1400块钱。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这个山上采下来的，野生的，实际上是只有人力成本。还有就是今天也是第一次下去摆摊嘛，那个猕猴桃呢我们采的全部是硬的，是需要放一点苹果呀或者放一点梨呀在里面呢进行发酵2天之后呢它才能够熟。但是很多人买东西呢它都是需要马上就能吃的，比如说这个猕猴桃，今天基本上10个人问只有2个人买，那也都卖了10来单，包括8月瓜也是。所以说如果是这个东西马上就能吃的情况下，今天光卖猕猴桃和8月瓜应该是超过1000块钱的。他们是2个人，相当于昨天加上今天2天的时间呢是1400块钱。特别是那个封包啊，如果说在广东的话它非常的值钱，可以卖到多少呢？80到100块钱一斤，但是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就是40块钱一斤就给别人了。那他们拉到别的地方去，拉到广东去呢可以卖到80，卖到90。反正我听说弄马蜂包的这一个月，有的人的收入可以做到10万。通过这一期视频呢，我想告诉朋友们哈，住在山里面呢，你要学会靠山吃山，因为山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不光是我们今天展示给大家看到的这些，在大山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野果、中药材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变成钱的。当然了，在去弄之前呢，大家一定要熟悉一下哪些中药材是保护的，哪些是没有保护的，你把这个搞清楚呢再去弄啊。那么我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不管你是住在哪里啊，只要这个不懒惰，其实都是可以挣到钱的，大家说是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贵州深山里边的一个山腰上边，这个山下的村民跟我讲呢，这个山顶悬崖上呢有一个房子，非常的震撼啊，不知道他们怎么修上去的，所以呢我们就徒步上来，准备上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当初他们是如何修建到这个上边的，非常的神奇啊。我们在这里居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2座崖壁之间呢有一条裂缝，这条裂缝呢目测看去可能有200米高。那么在这个顶部呢，居然还有搭建有一个木桥、悬索桥的这种感觉哈，我给大家看一看。朋友们，我从山下爬上来，爬了1个多小时啊，终于到了这个悬索木桥的位置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悬索木桥呢是修建在这个绝壁之上的。那么它整个下边呢是悬的这个铁索，上边呢是铺的这个木板，现在目测看去呢已经是破旧不堪了。那么我又在怀疑啊，他当初修这个木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对面呢并没有看到有房子啊或者任何的就是可利用的东西，只是长了一些树。整个对面这一座小悬崖呢、小山板呢，它四周都是绝壁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上来的。如果要进入到对面呢，必须是要经过这个木桥哈。那当地村民跟我们说呢，这个木桥实际上已经修造了100多年。那么到底为什么要修这个木桥呢？其实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呢，可能是
很多年前为了躲避土匪战乱，那么才会修建的这个木桥。哇，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房子这里了，从山下爬上来，整个下边都是悬崖峭壁啊，爬到这个上面腿都发抖，真的，整个四周啊，全部是崖壁。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四周，全是崖壁，这上面步行都要特别小心啊。哇，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看看这个下边就是万丈深渊。站在这个房子的位置，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这个风光，真的是非常漂亮。但是这个房子建的位置真的太险峻了，就在这个边上，它整个四周全是这样的，下边就是峭壁啊。目测这个悬崖有300米高左右。一棵树的价值上亿元，你听说过吗？在贵州铜仁德江县的楼坊村啊，有一棵1000年金丝楠木树。大家知道，金丝楠木的价值本就堪比黄金，而这一棵楠木树呢，被称为亚洲楠木王，可想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这棵楠木树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边，看一下。可不是我乱说啊，这里写有牌子，1000年神树亚洲楠木王。那么这上面的文字呢，记载了这一棵楠木树和当地土家人的一些渊源故事。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截屏好好看一下。现在我就带大家上去看一看这棵特别神秘的1000年古树啊。本来1000年古树就很少，但是1000年金丝楠木的话就更加的少见了。金丝楠木呢，它又被称为1000年不朽木啊，是古代皇家的御用木料。树呢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坚硬的像石头一样。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树根，我们看去是不是特别像石头？因为它1000年不腐，万年不朽嘛，所以说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我们看一下啊，这棵树上围了非常多的红布，因为他们当地土家族人呢，把这棵1000年金丝楠木奉为神树，也就是他们的图腾的意思啊。每到重要节日呢，都要来这里呢围一块红布在上面。这一棵树呢，我们可以看到，枝丫掉了一些下来。这一棵树上总共掉过2次枝丫哈，第一次枝丫掉下来说是卖了20多万。第二次好像是卖了40多万吧，就是掉下来一个枝丫就值那么多钱。这棵树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神秘之处啊，比如说它第二次这个枝丫断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树的下方呢，头一天正好他们村里面的人在这里做祭祀的活动，第二天这个枝丫才掉下来，感觉冥冥之中啊，好像就有这种安排似的，他都是在这里保护着当地的村民。据当地的村民讲啊，每当这个地方有山洪爆发呀，有地质灾害的时候啊，他们村里面的人呢，都会在这棵大树下来避险。每逢天气特别干旱，没有水吃的时候啊，这棵楠木树的边上，就是这个位置，就会冒水出来，给当地的这个村民饮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传说不管它是真实的也好，故事也好，我始终觉得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东西它都是追求一种平衡状态，而我并不会把它认为是一种迷信。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农村待过的人就知道，
特别是很多山上的村庄，以前有很多人在那里待的时候，水也是不缺的。但当人慢慢的搬出大山离开了之后，那个地方的水呢也会逐渐的消失。就像我们中国人做人一样的，凡事都追求个差不多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呢，世间万物它其实也在追求一个平衡的原理。这个下方大家看到没有，有2棵棕树，这2棵棕树仿佛就像这棵金丝楠木的守护神一样啊，真的挺神奇的。大家看到没有，上面寄生的那个棕树就在上面，这里棕树的这个叶子有没有看清楚？就在这个位置，我以为是没有了，结果上面还有这个寄生的棕树，而且它这个上面寄生了好几种树木啊，不只是那一棵棕树，所以说真的是好神奇啊。可能没有比较的话，大家真的感受不到这棵树到底有多大。我走到这个树边上去，你们就能够做对比了。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棵树的大？感觉我站在这里好渺小啊！这棵树到底有多大呢？朋友们，这一棵树它的树高是43.5米，什么概念呢？有11层楼高。它的冠幅，也就是树叶覆盖的面积有320平方米。这棵树的直径，你们猜有多少？刚刚那个楠木王的那个牌子那里有数据，它的这个树围是12米，12米的树围，我们换算成树的直径的话是3.8米。3.8米是什么概念，朋友们？也就是2个我平躺着对接过来都只有3.6米，而这棵树的直径是3.8米，这个应该是没有吹嘘的。我站在这里，大家比一下就知道。我现在到这个位置，对吗？我躺下去2个人，差不多也就是跟这个直径差不多。所以说呢，哇，真的太大了这棵树。哇，看到这棵巨大的金丝楠木树啊，不得不感慨啊，2000年什么概念，朋友们？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看视频的各位也都还没有出生吧？它就已经存在了。看去整个树真的是伤痕累累啊，在这个地方矗立了1-2000年，咱们真的想象不到它经历了什么，可能经历了以前的地质变迁、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的摧残，它都经历过了。从这棵树的这些树根啊，很多皮都掉了，还有包括上面这些枝丫掉了2次，还有这边这些疙疙瘩瘩的这些，很有可能啊，都是1000年以来地质灾害造成的一些印记啊。你要说它的价值有多少啊？我觉得它是无价之宝。你别说1个亿了，就是2个亿，人家也不能卖。而且它是这个楼房村村民的图腾，对吗？大家知道吗？金丝楠木它本来就是生长非常缓慢的，很多金丝楠木就这么一点，它长几十年你也看不出它在长。所以千年古树咱们还是挺容易见的，但是1000年金丝楠木，而且长相这么大的金丝楠木，真的还是头一次见。朋友们有见过这么大的金丝楠木树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啊。我是从那个山垭口走过来的，步行到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半小时多了。那个山下的村民告诉我呀，翻过我所在的这一座大山，然后过去再翻过一座山，一个深山峡谷里面还有人居住。今天就是准备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山顶上啊，漫山遍野的都是映山红，那些悬崖峭壁上都是，而且这一整个山脉延伸过去，包括这个山顶一直延绵过去，这些山顶上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红色的映山红，现在非常之漂亮。因为我还要走很远的路啊，就不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待会儿回来有空的时候，航拍一下这个山顶的映山红啊。走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40-50分钟，个把小时。但是今天这个路不累啊，它都是顺山走过来，而且路上到处都是映山红，一路美景啊，真的是感觉应该是已经快要到住人的地方了，但是呢又好像还有一会儿。翻过了几座大山了。大家看一下，我终于到住的这一户人家这里了，但是眼见着快到了，还得从这里下到这里去，然后从那里爬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整个环境，他们家就住在这个山梁上，然后看一下整个周围全是大山，这边这些大山都走不出去的，下方这里过去就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哇，这地方太漂亮了，而且我走到这里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户人家住在大山之中，而且还耕种了那么多的土地，我的天，这一个山梁上的土地他们都种起来的啊，目测看去都好几十亩地啊，太厉害了。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走到这里之后视野豁然开朗？我没有骗你们吧，整个这一片山过去延绵几十公里都是那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太漂亮了。感觉这家养了好多狗，这今天大家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真是很漂亮啊。这个房子就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哇，这地方太牛了，朋友们！有狗咬着也不好跟大家聊天呀。这边主人家还劈了好多柴，我们走这边吧。主人家好像在这个山上干活，上去跟他们聊聊。这边有养了不少的羊，关在圈里的。然后我估计这家人呢也是留守在这里面养羊啊、养蜂啊，搞这些。这边看到没有，有一个支架，支了一些风筒在这个山上。啊！来跳耍呀！哇，走到你们这边要走些时间了。点帮我用粪点呢？哦，我看这个山上就在你们一家人哈。不丢肥料啊？没得肥料就不丢了。没得肥料，背起篮球的背哈。你们这儿走过来也要走个把小多小时哦。啊，对哦。背东西的话就更恼火。小孩你都在外面呢？哦，就在你们2个在家里面。你主要是在这儿搞养这些哈。搞养殖也没搞养这个。哇，你喂的有好多羊子啊？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哈。喂牛没得？2个。喂的有2个。那干不少土嘛。那这好多是这个。你不干的那也不行。那你们家的山林土地应该不在那儿多。山林土地没长，到底比地下多点。有好多啊？山林都有200亩啊，土地也是好几十亩哈。我就晓得住在山里面的人就是山林和土地多。以后就是财富啊！
山里那个要挖。那以后了噻，以人都死球了，那山里那个要挖。现在你这自己嘛馋的了，等你是以后的事情，你到时候看到哦。那倒也是。你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哟，都几辈人了哈。你们家应该都喂都好几个狗哈。刚才听到声音，高的。那肯定要高吧？有人来，他肯定要高吧？你要回家吗？要走喽？不要管我，不管我，你忙你。要回家给煮饭了是吧？啊，妈没吃饭了。你们还没吃饭？啊。哦。走吧，要不？你看忙哇，我是在这嘎儿耍会儿。水带的有啊，这山里面都带的有水。你们姓袁是哪个地方搬到这儿来的？你晓得吗？看晓得的，我们也不晓得。也不晓得，只晓得在这儿住了几百人了。那你年年卖蜂糖应该都可以卖点钱噻。就这强盗帮我偷了蜂子也就败的，原来。哪年遭偷了嘛也就是189年。189年。遭偷了，这就发展不起了。你之前有好多蜂子啊喂的哟？原来有30才箱。你当时没有想到去报警吗？哎呀，报警他哪给你去嘛？报警也请不到。山里面的监控也没得。是喽。几十箱蜂子就要那个都遭了真没得嘞。好吧，糖都要取100-200斤了，不止哦。糖没有遭偷的时间要取30-40斤。没遭偷要走30-40斤。这胆子也是累哦。那你现在没得好多蜂子了？现在只有几箱。只有几箱。就是可能那个一偷把蜂子全部整跑了哈。是喽。你慢慢的忙哦，我慢慢的走去了。我已经耍了嘛。不耍了，你要干。这点东西才走嘛。不，你要干活儿了，我来耍会儿就走的。慢慢的忙哦。这一户人家呀，就是居住着一家3口人，儿子个在外面打工，这里呢就住着他们老2口。这个大叔跟我讲啊，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几代人了。他们家呢有120亩地，还有100-200亩的山林。在2019年以前呢，他有几十桶蜜蜂啊，每年的话可以卖2-3万块钱。但是2019年的时候被强盗给偷了，把他的蜂蜜偷走了，把他的蜜蜂也偷走了。哎，这个强盗也是挺让人生气的，是吧？就这样一搞呢，就把他的蜜蜂给搞败了。现在只有几桶蜜蜂。现在呢，就是他们2个老人居住在这里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就挖一挖土，种一点地，然后养了20来只羊啊，生活也算是过得比较充足。除了要去集镇上买一些生活物资之外，基本上呢都住在山里。给你们这么一片土地山林，让你们隐居在这个大山之中，你们愿不愿意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一个大山的山顶上哈。我们沿着山脚下呢，顺着我脚下这个3米宽的公路往山上走，然后呢在这个山顶上啊，发现这里有4户人家，而公路呢也走到我这个位置呢就到头了。而从山脚下一直开到这个山顶上呢，需要开5-6公里啊，我们开了好久才开上来。然后在这里呢发现像这样的木房子呢有4户人家，整个这一片呢这4户人家就是一个小村庄啊。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建工程啊，就4户人家一个小村庄，而公路呢也全部通到这个家门口，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大家看看公路到这个位置就到头了，上去呢就是山顶，然后这边的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漂亮，就是几户人家住在森林之中，然后周边呢有一些耕种的土地啊，年轻人呢都是在外边去了，可能就剩下一些老年人在这里啊。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去呢，上边好像还有1户人家，我们过去看一下。
像这里4户人家的话，只有3、4个老人在家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农田荒废啊，都是在耕种的。这边这里呢，还有1户人家哈，还有狗在叫啊，所以是有老人在家居住的。这里这些土地呢，都是弄起来的。这里有个老人家在地里干活，我们去跟他聊聊天。哎呦，吃饭没得了娘？啊？我们在第二正义来呀。哦，现在种了好多村嘞哈。你2个来屋头啊？我们2个在屋头。2个老娘在屋头哈。你们住哪住自家呀？哦，就两个老娘在屋头。我们2个是这样的，他们家2个都不听见。哦，他们也2个，你们这边也2个，对，就打你们4个人喽。啊，对呀，啊对面啊，你们开车啊，马路上看去啊，家1个的。哦。呀，只有3个人，5个人在屋头。对，这个村就只有5个人。现在需要的，赶紧的来。赶紧到徐阳去嘞。你们就常现在这高地哦。好。这个路啊哪儿通的啊？前面这。现在通的。那以前没有通的时候啊，你们车去啷个车去呗？非常啷个去？走路去。走路去要走好久啊？走1个多钟头。要走1个多小时。自这儿不是走路下去，现在没车子上来。对，现在我都上来了，我看到好像基本上没车跑的哈。但如果说你们自己要下去了，还是要走路啊。只不过现在好走点了嘛，是公路了嘛。是啊。就是不扭不滑这里，现在没有点扭又滑。一开始泥巴路哈。就像这些路弄的。是啊，就滑得很。这里要吧，夏天都不热哟。俺们不能买房子买小孩，我们也想不起。那房子买得小哈，你们去都不去？不安逸哈，没得这里估计安逸。太热了的。哦，这个好点凉快点。自己家有家房子好像没住人哈。在乡里都在。那个都谈这个就是空气好。是呀。空气好。你们在那吧，夏天的话都跑到你们这个地耍的多哈。相当凉快。刚刚跟2位老人聊了一下天，他们这个地方呢有10几户人，现在有很多房子是看不到了，坏掉了。目前留守在这里呢，就他们4位老人。大家可以想一下，在去年之前，他们都要步行下山，路程要走1个多小时，想想是多么的艰辛。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村上虽然只有4位老人在家，但国家依然把这个路硬化到这个村组来。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国家在乡村的基础建设投入不可谓不大。还有，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的海拔有1200米，夏季的时候非常的凉快，喜欢避暑的人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啊。也有2户房子呢是没有人居住的。在贵州习水县的深山里，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沙树王，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一棵沙树的旁边啊。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习水县的太平村，离习水县城呢仅仅10公里哈。所以说大家想来看这棵古树呢，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看到这里写有中国沙王的牌子，这个上面呢有记载了一些他们过去的故事，包括当地的老百姓呢，他会把这棵沙树呢奉为神树，据说是南宋时期就种在这里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环境啊，整个周围都是群山围住。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巨大的这个沙树，这棵沙树的树高呢有44.8米，它的胸径呢达到了2.23米。2.23米是什么概念？我的个子是1.8米，也就是它横向这个沙树的直径呢都有2.23米，比我一个人还要长，对不对？所以这棵树非常的厉害啊。
距今为止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一个历史。100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你像这样的古树要存活1000多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它虽然是枝繁叶茂啊，但是呢，也些许的看到很多的一些沧桑。很多朋友觉得呀，就是沙树长1000多年可能不是那么珍贵，但大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沙树呢，主要是我们农村建房啊、做家具的一种主要材料，所以说它长得不怎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砍来作为这个柱头啊、做家具啊、装房子啊等等。所以说你现在想要找到这种1000年的这种沙树呢，其实还挺难得的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儿来看看这棵1000年沙树啊哈。这个我们人活100岁已经是很稀奇了，当然这棵沙树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对吧？值得一看，也来这里沾沾灵气。在重庆綦江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片特别像火星球地貌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郭符镇的古刘背山。这里啊是那种独特的喀斯特丹霞地貌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白云飘飘，环境真的很美。那么我们的车子呢，从这个公路开上来呢，到这个位置就到头了，然后停到这户人家的边上呢，就可以从这个小道，然后顺着这个山梁走上来呢，就到这里哈。整个步行的时间大概就是20来分钟吧，慢一点可能半个小时。整个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属于一种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啊。这里呢住着很厉害的角色啊，到底是什么角色呢？我待会儿走到那儿会跟你们讲。你们看看啊，他们那儿已经有一些人走到那个梁子上去了，看起来是不是挺险峻的？然后我们先带着大家慢慢的往上走，反正都要走到那边去。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哨岗，站到这里之后啊，可以一览众山小，整个周围的所有情况尽收眼底。所以说在这里注意到寨门呢，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气势啊。我们经过了这个寨门过来啊，这里就是一片林地，就是山顶一片平坦的地方。实际上以前呢，这个地方呢是有居住人的，而且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特别厉害的角色。这边呢，竟然还有一个水源，大家看到没有？我们来这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道过来，然后你看这里这些石步梯呢，全部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那么这里呢，竟然还有一个水井，你们看一下这个水井啊，它其实是镶嵌在这个半崖上的，然后那边呢就是光秃秃的崖壁下去，万丈深渊，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呢镶了一口井，看到没有？这个水井。那么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啊，就是在这个山的山梁上呢，竟然还有水，对吧？而且这个壁呢也是用这个石头砌过的，看到没有？石头砌过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多的水存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墙壁这儿呢还有一些水磬，对吧？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在这个这么薄薄的这个山梁上，竟然这个地方还有水源，是不是很神奇？哇，我们走到这儿来呢，这儿又有一个大石槽，这儿开有一个口子，然后下边呢又有一个槽子，这地方应该是碾米用的，就是那种圆形的那种石头来弄的那种碾子，可能是来回在这个地方碾米用的。你们看这些石头就像是这种巨型的石蛋一样，然后矗立在这个山巅山梁。哇，这个地形看起来感觉真的是不一般呀。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个类似于以前的卡口的形态，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的地形就像是这个之前的这个碉楼一样的这种感觉啊。这几个石头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很高，后来可能拆掉了。那么这儿呢，也是同样只能有一个人能过的这个形态哈，大概就是一道门给封锁，然后从这儿径直的走过去呢，就可以顺着这个山梁走到对面那个山去。那么这个石梁呢，以前呀，整个这个两边呢全部都是光秃秃的，现在呢，因为这个大家都不砍柴烧了，都
没有在这个山上来逛了，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么光。上面也看到了一些树，这个地方刻有几个字“古牛背”。从这个视角来看，是不是真的像一个牛背啊？这边像是牛屁股，那边像是牛头一样的，是吧？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呀，走在这个上面是比较险峻的，真实的走在上面呢也是不安全的哈。所以说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两边呢上百米的一个深渊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才走一半啊，还要走到对面那边去。以前住的那边几户人家呢，就是住在那个山顶的后方，具体什么位置呢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已经整体搬迁出来超过20-30年了。这个应该就是牛头的位置了，是吧？哇，这个上面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顶上呢都被经常有人来玩呢都弄秃了，然后这儿还有一些钉子。这不知道谁干的。这个上面这些步道呢，也不是近些年弄的，而是100多年前弄的。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山的山那边住有几户人家，而这个梁杠呢，是他们出山的唯一的通道。所以说这些步梯啊，在100年前呢就已经开凿在这里了。这边这几户人家呢，也是20多年前才搬出这个大山的。我们从这儿来看一下，这边也是悬崖峭壁，然后这边也是非常陡峭的山脉，所以说那边那几户人家呢，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山，而这条路也是唯一出山的路。当然现在的话哪里都能去，对吧？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厉害的角色是谁呢？这个角色就是3个县的联防队长。哪3个县呢？习水、綦江、江津3个县的联防队长，他姓李。那么他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咱们刚才来的那个寨门那个位置，那个水源呢也是他家的。牛不牛？3个县的联防队长，也就是3个县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可以直接说了算，包括各山头的土匪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他想搞谁就搞谁。曾经就是有人不听他的，结果直接被拉到这个山后面就地正法，也就是3个县城的治安都归他管，绝对是一个顶呱呱的厉害角色。怪不得呢，他要住在这个山梁上，原来他的权势这么高，其实也很担心别人搞他，对吧？所以说居住在这里啊，有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没有人上得来，因为整个几边都是悬崖峭壁。很多朋友啊，看到这个石梁上的这些步梯呢，有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最近才敲的，为了搞旅游区，为了吸引人，是吧？其实不是的哈，是100多年前住在山这边的这几户村民啊，敲了这些石梯，是方便他们出行进出。以前的村民步行的一条通道啊，没想到呢，现在却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啊！很多人都喜欢走到这个山梁上来呢，在这里拍照打卡。确实，这里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站在这个山梁上啊，整个周围四面八方的风景尽收眼底啊！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